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陕北的榆林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温度是多少？那来到榆林这个晚上太凉快了，现在就20多度。那这么凉快舒适的夜晚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来逛一逛，就是这里榆林老街，也叫榆林古城。这个榆林古城呢，始建于明代。这个榆林以前有一个名字也叫驼城。为啥叫驼城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古城它的地貌就像骆驼的2个山峰一样。就2个驼峰，自古这里就商贾云集，经济非常的繁荣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：南塔北台中古城，6楼齐街天下名到底有多名呢？咱来这看一看这个榆林老街呢非常的宽还能过车，这2边呢全是商铺。那当地的居民住在哪儿呢？住在这里头，这小巷里头。这走一步就有一点小巷，走一步就有一点小巷。我感觉大概有个2公里长的这个主街错综复杂的这小巷它有几十条。榆林以前的时候也有一个称呼叫做小北京。为啥叫小北京呢？一个是指经济繁荣，还有一个就是你看它这个地貌特别的像北京以前这胡同四合院。咱进去看看。这个叫长关上巷。哎呀，这一走进来和这个主街上风貌立马就不一样了。饭馆吧，应该是。哎呦，说实话，前面这个巷子我都不敢往里走了。为啥？这韩国电影电视剧看多了，就这样的巷子，你看前面还是个上坡，就感觉就有个变态什么跟踪狂出来，太害怕了。哎呀，好怕呀！
火车。放虾米就往里边。2块钱肚包肉，6个羊蹄儿啊，麻辣羊蹄儿，然后4个羊拐啊，然后2个肚包肉啊。这个串儿怎么卖的？一串2块，一串2块。啊，那来个10串吧，先来10串吃。就是这样的啊。哦，是在这吃。羊拐，羊拐，好好。对。哦，这是羊蹄儿，好嘞。把这个蒜汁都浇上了。哎，都浇好了。啊，好好。咱有手套。6个麻辣羊蹄儿啊，这个羊蹄儿虽然不大，但是看着肉挺多的。然后2个肚包肉，这个呢是羊拐，4个羊拐，还有这个羊肚，10串羊肚，看着太香了，闻这个味儿啊。一股很浓的这种羊蹄儿这个卤汤的味道。到了夏季啊，在晚上提到夜市，那全国来讲就是夜市烧烤小龙虾，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这。那来到榆林啊，可就不一样了，一定要尝尝这个麻辣羊蹄儿。看这个汤汁非常的棒，里边还有蒜，还有醋。啊，今年夏天的第一只羊蹄儿。哇，太香了！麻辣羊蹄，麻辣羊蹄，人家还真的挺辣。然后呢，就这个醋水酸酸的，还有里头的蒜香味儿，绝绝绝！这一口下去了，真是久违的陕北味道。多蘸点这个汤，我感觉这个汤啊不能喝，拌面也好吃。太过瘾了！在西北啊，很多地方都吃这个麻辣羊蹄儿，但是我觉得榆林这个味道呢，就是比较重一点，又很辣，然后又很咸，又很酸。看这个皮烂乎乎的，好吃好吃，真的只能用好吃来形容。而且这个醋啊，吃的我真想喝一口。
酸辣酸辣的。吃羊蹄啊，就别注意啥形象了，直接上手抓，头一歪。这样的羊蹄啊，6个绝对要少了。咱这小伙子是不是10来个起步？在当地啊，很多人吃羊蹄啊，都是喝了酒之后，因为他这个店呢开到凌晨3、4点，喝了酒之后来吃。为啥呢？这个东西酸酸的，它很解酒。你看我吃这个现在就不是完全体，咱品尝不到完全的味道。完全的味道是啥？就你快喝醉了，晕晕乎乎的，嘴里有点酒味儿，再过来吃个羊蹄儿，哎，这才是榆林羊蹄儿这个精髓啊！榆林的羊蹄儿都让谁吃了？那都让醉汉吃了。那年轻的醉汉一群人来啊，就给老板说啊，一个人来10个啊，年龄稍微大点的中年大叔大爷来啊，都是啊，我们这些人啊，总共来10个，还是年轻人能吃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确实吃多了也有点腻。再尝一下这个羊拐，蘸点汤，来这块儿。我怎么感觉这个羊拐这种羊味儿更重一点？哇，这绝对是重口味啊！老板，哪是羊蹄儿？我也吃过宁夏的羊蹄儿，也吃过延安的羊蹄儿，跟这个榆林来比啊，这榆林确实是口味重。哎呀，这肉太烂乎了。还是吃还是吃啊？哎，老3个拿到3个拿到。反正就没别的。哎，不要多给小伙手机。哎呀，在这吃羊蹄儿，感觉跟吃流水席似的。你刚一吃完，你站起来，咵嚓来个人就往那一坐，接着吃，底下全是骨头。再尝这个羊肚，2块钱一串。口感非常棒，很筋道。这个羊肚我觉得蘸点这个汤不错。在这吃羊蹄啊，这全程没筷子，全靠手抓，就是来到西北的粗犷吃法。不要的就方便面。厨房里面是有的，还有。再尝这个硬菜肚包肉，上面还系了一个绳子，鼓鼓囊囊的。老板，这个肚炖得非常的烂，很有味道，然后里头全都是肉，再蘸上这个汤。太过瘾了！我感觉这绳子都入味了。虽然这个吃相图雅观啊，但是呢，来到这儿就得这么吃，太香了。老板，再来6个辣的，3个稍微硬一点，3个硬点，3个软点，再来10个串，10个串。辣的不辣？对了，我这个拖2点啊，这个拖2点，再拖了，对。6个啊，好嘞。哎，有事情我啊，行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哇！
肚子黑一肚子，怕了就吃起。水滔滔的。臭叫个什么？我给你做筷子，老婆有大的。不是老婆吗？还有筷子了。没筷子呢，走那个手把子吃了。哪几说啊？你给着一双我不吃。再见，你要吧？你要2房？给我弄2双吧。交学就这么个放上来。哦，什么放上来？啊，你倒了，我也倒了，就完了，就没起跳，又不走了。开这么急，我倒的那坏了，你这都。这你走，你走成这么个了，你还要问我了？开一开，那像正吃地板的人，正快走。唱两首山寨民歌。山到来，怎么见了面那个原因？哎呀，拉花来。一个在那山上呀，一个在那沟，那不上那花，哎呀，找一找求。了了街那匆匆呀，要把给那人那个蛋蛋泡在，哎呀3好了那个蛋蛋泡在3好了。哎呀！陕北地区啊，那很多地方这个羊肉都非常的有名，但是在这里头最有名的是哪儿呢？而且这个地方的羊肉，人家还上过国宴啊，就是红山大铁锅炖羊肉啊，来到榆林一定要尝一尝。听说这个味道可拘谨，可刷整。好，现在就落座了。那红山它以前是一个县，那现在是榆林的区。那我现在来这家店在榆林市区打的也是衡山的招牌，叫衡山双城铁锅现炖羊肉，1斤是88。
要了2斤肉，2斤羊排，吃过瘾啊！这还有各种涮菜，什么豆腐呀、白菜啥的，还有面呢，最后还能下面。再点点这精美凉菜啊！为啥要点精美凉菜呢？因为啊，它是现炖的。你看这个铁锅，这写着特厚王啊，不过这个特厚王看着挺薄的啊。这是大铁锅，哎呀，这个铁锅一打开，就现在还有羊肉味呢。就在这炖，要炖2个钟头。这2个钟头呢，啊，咱不能闲着，就点点这素菜尝尝。这个锅呢是比东北的这种大灶上的这个大铁锅啊稍微小一点，但是呢也挺大的，跟家里头大铁锅差不多。我喊一句，你敢答应吗？啊，这有多大？你看都能炖自己。哦，就是这样造过的，是吧？这么大的。慢点，慢点。啊，这是啊，这个光是啊也有肉。羊排和羊肉。羊排和羊肉4斤。这个要多长时间在里头炖？1个半小时。1个半小时。这出来最后大概有多少斤？这4斤？一斤生羊肉能做6两多钱。哦，1斤出6两。现在盖一盖就炖了。哦。我还以为啊，它是下这个鲜羊肉，它在后面呢稍微造了一下，可能是要处理。里头这个是秘方啊，就这个调料盒，大大的调料盒，大羊排、羊肉，这还有葱段，还有这个萝卜，当地的这个辣椒，这么长这个辣椒，盖一盖，来尝尝当地的这个茶，非常有特色。这个茶呢其实就是砖茶，但是啊。它加了盐，加了盐以后呢，就是榆林的特色。我看这榆林当地人特别爱喝这种口味，咸咸的。他家这个还稍微淡一点，那有的更咸。那喝这个茶要配当地的一个粗粮美食啊，黄面窝窝。这个黄面窝窝呢，里头还有馅儿啊，是枣还有红豆。看一下里头这个馅儿，非常的松软，感觉上手啊，就摸起来就是黏黏的。黄糜子，哇，好吃！本身这个黄糜子面就特别香了，但是这个气一出来，这个羊肉的香味儿反而抢了它的香味儿。让我看一眼，哇！以前的时候，我最烦就是掀锅盖的小孩，还没炖熟了，掀啥锅盖啊？再尝这个皮冻，哎，这怎么还有个喜字儿？还以为是吃婚宴呢。晶莹剔透的皮冻，再蘸上这个料汁，这个蒜汁好过瘾。哎呀，这1个半小时啊，这凉菜都不够吃，我看。但是也不能再点了，还有4斤肉。这个苦菜也是陕北的特色啊，这是苦菜还有杏仁，来尝尝。非常清爽。它叫苦菜啊，但是没啥苦味，就微微的一丁点苦味。为啥要配这个苦菜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菜它能败火，能下火。你吃这个羊肉呢，刚好是上火，吃这个哎一下就抵消就中和了。好吃。在当地还有一种吃法叫苦菜燃洋芋，然后以前就是相对艰苦的那个岁月啊，以前啊这个菜就是大家没啥吃的，这上山挖野菜才这么吃。那现在啊，那成了好菜了，你看，成了贵菜了。包括这，那以前的人看见这好家伙，两腿都打颤，都吃的够够的。现在成了健康菜了。搅一搅，最后这个汤煮就基本上炖没了。基本上。
就你们2个人啊。啊，这一会儿下这些菜是不是还能加糖？这个就是羊肉吃完了，另外加糖。另外加糖。再过一会儿。稍微等啊。不差这一会儿。这家店有点意思啊，这是我去过这么多店唯一见一个把这个冰柜锁起来的，里边全是饮料，然后服务员过来，每个人有个钥匙，把这一打开，然后一拿，然后再一锁。里头有啥宝贝啊？我感觉啊，这家店服务员所有的心思都用在这个冰箱上了。里面都懵了，打不开门。好，现在可以开锅。现在这个调料盒也没作用了，放到旁边。哇，香喷喷的，4斤！你看这个汤啊，现在都炖的剩一点点了。还要撒上这个香菜葱花，这个葱呢是当地的红葱，味道非常的香。先给它来一半。为啥要来一半呢？这些啊，留着一会儿吃面条，扑面而来这个香味儿，和我吃过这个40里铺羊肉面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。它里头这个汤啊，看起来是黄黄的，上面有油脂，还有这个辣椒炖出来这个颜色，就这个汤汁，非常像羊肉面那个汤汁。太棒了！一口汤下去了，你就能想到一会儿煮面得多好吃。这样的一锅羊肉啊，你都不用拿筷子，直接上手。羊排，太香了！再来个这块儿，哇，这块儿稍微偏肥一点，看这个肉，太棒了，2根骨头，细细的。要亲命了，人间美味。你看这个肉，肥肉很少，全是这种瘦肉。这个瘦肉呢还不柴，是那种非常嫩。看这个锁，比我自行车锁都不粗。这么粗，这么粗，这个算好。你看这个肉，就能看出来这个质感啊，太棒了。这块儿更夸张，更大，是那种大的骨头。哇，我感觉啊，这个比手抓羊肉还要好吃。再加上这个葱花香菜，尤其这个葱非常的冲，一股很香的味道。这可能是因为现炖的。因为现炖的可能更嫩一点，这才是手抓，这也叫手抓，直接从汤里捞出来。看这个还有点脆骨，稍微肥肥的。你看这个肉，哇，要亲命了！不用慈禧说，也不用乾隆说啊，这是我说的啊。衡山羊肉顶呱呱，衡山羊肉名不虚传。好吃，要了4斤啊，还以为多了。
感觉都不够吃，得亏一会儿下面条，要不然光吃肉都吃不饱。看这吃多干净，啊，跟狗可能不是，吃的是真干净啊！我就好奇啊，这么好吃的羊肉，这个调料到底是配的是？哦，还有泡菜。哦，这些料全都打碎了，看不出来。这个绿绿的，不知道是啥，是香菜还是地椒？哇，你看这就是秘方。这个衡山羊肉为啥好吃呢？一方面是这个秘制调料，还有一个原因啊，就是这个肉，因为衡山呢，它这个羊好。那为啥就衡山的羊好呢？哎，和它这个地理环境啊，这个水土有关系。因为衡山这个地方，它是毛乌苏沙漠还有鄂尔多斯草原这个交接这个地方，而且衡山这儿有无定河流过，它在无定河的中游，所以说呢水也好，这水土就不一样。这里头啊，除了羊排，还有2斤这个肉，咱再尝尝这个肉，切的是这种大块的，蘸点这个蒜汁啊。蘸这个蒜也好吃。看这个肉，一大块一大块的，再蘸上这个蒜汁儿，还有泡菜解腻。哦，羊汤。面和菜一块煮啊。好。行，差不多了。开火，现在就可以下菜、下豆腐、下面。好，面片。已经开了啊。好开大。开大就行了。我把辣椒给你剪一下。哦，还要剪辣椒。剪一下。这个辣椒是什么辣椒？这么长？这个辣椒可香了，不太辣，可香了。不辣，但是香的。啊？哎呀，可能上来吧。拖着。这一下就成了一锅羊肉面了。对。好，拿给我搅一搅。哇，满满一锅面片儿。往上。好嘞。开了，再把这个白菜也行，好，稍微点。哎，好，谢谢。下豆腐了，哇，榆林老豆腐，下白菜。在这吃饭还挺有意思的，还能略微的体验到一点烹饪的乐趣，就跟在家做饭一样。在家做什么饭？在家下挂面。你还以为有啥高难度？就是下挂面，往里一倒就行。终于吃上这顿面片了，你看天都黑了。就门口这个桌子，我都不知道换了3次还是5次，几茬人，一勺子下去，有菜有面还有汤，来块豆腐，点睛之笔，葱花香菜。你能想象到这个面片吸满了汤汁是个啥味道？还有这个白菜。哇，这碗面片赛羊肉吧，赛羊肉。